腹产的小孩子，他的命干什么时间来算呢？是按拿出来这个时间算，还是动刀的时间算，还是按推演他应该生出来的时间来算呢？这种剖腹产，除非你是经过命理的高手帮你挑时间去算，那就不准了啊。如果是自然，你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胎要剖腹产，或者因为你本来怀孕9个月，就7、8个月的时候，结果后来你这还不到怀孕10个月不足月的时候，结果你妈妈摔倒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不得不去剖腹产或者那就是天意有医生安排什么时候开刀，以那个时间做准。开刀下去拿出来的时间为准，那有的是你刻意的，对呀，找了10个老师，哇，对，找我，像我就不太愿意，因为我觉得动到这个天机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对，所以我宁可他按照自然的时间生产下来比较准，我们可以比较预测到很多事情，对那你刻意这样挑个时间下来的话，生下来准不准就真的是很难讲，真的很难讲，那只能说事后。就是孩子长大了，看他的个性，看他的倾向、性向，然后再看他当时剖腹产的时间，就可以知道准不准。这是事后可以验证。事前我真的很难讲。但是我刚刚讲就是有专家帮你挑过，如果是医生帮你挑的，或者病人因为一些意外而提早这个剖腹产，必须剖腹产，这是命，这很准哦。那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想问您了哈，就是说这个命理八卦对于这个医学的影响呢，很多人都不愿意起急去问，老觉得一说呢就涉及到封建迷信。前两天呢，我碰到一些做基因工程的人呢，他们说从基因的角度上来看呢，基本上可以有一些概率推导出来，有这样基因的人会有这样的病，大概什么年龄会发作哈。这个东西大家认为可以理解，这是科学。那从出生年月从命理上来看这个身体健康呢，大家认为不科学。通常有人指责你说这个东西不科学的时候，怎么回应？这个科学一般指责的不科学的时候，你刚刚讲的基因的问题怎么样？基因的东西都是科技，并不是科学。所以科学的定义是假设验证结果你要先假设我是对的，不能还没有你根本不了解我，先去把我否定掉，这个不是科学家的精神。那按照如果是先把你否定的话，那我们大家现在还没有电因为富兰克林说空气之间绝对没有电。自然界没有电，虫子当然没有电了。富兰克林是科学家，他是假设有电存在，再去验证，再去结果。所以要经过这3个步骤。所以我刚前面跟大家谈论过，科学是不存在的东西，是一个公式，要看你的态度，存在在态度上面。所以你应该先假设我是对的，然后去验证然后看看结果就知道我们对不对。你不能说什么都还不知道就说不科学。那你就是太武断了，那你根本就不是科学家。所以我说，我不管你是西洋这个什么开刀化疗做放射线疗，不管你是温病进化都不重要，治好病的医学是最重要。是这样的。好了，于是呢，今天我们就去到一个政治问题了，所谓的中医的问题哈。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不断的在强调您这个传统医学经方的这样一个思维。那正统中医药学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它的心智模型是怎样的？是古代的时候，在古代没有这个问题不严重，为什么？因为没有西洋文化的进来，没有干扰，大家就在这个领域里面讨论。对，现在民国开始以后，西方的文化进来，这个文化干扰的很大，让大家去认为，大家很多老百姓，你不能寄望我们10几亿的人口，每一个人都有很有聪明才智，每一个人的智慧都不一样，我们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各种人都有，一种米养百种人，所以你不能说寄望说每一个人是对，在这种文化进来的时候，你不能寄望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对，西方的文化进来以后，你一定要先去仔细的过滤过。要确定，你可以假设它是对的，去看，然后验证以后结果。经过这个科学态度，这才是真正科学家应有的态度。经过这个态度，你就讨论。如果你假设西医是对的，那把乳房开刀切掉，你是不是妇女？你没有开过刀，你不知道。开完刀把乳房拿掉，那个痛是24小时的痛，伤口那么大，痛是24小时的痛，问题是痛了半天还是移转。因为你乳房切掉的话，你没有乳房了。那可是你没有乳房，不代表你不会再生乳汁你身体还会产生乳汁。这个时候没有乳房了，它没地方待了，它就会移转，它就会往肺里面走，结果乳癌就移转肺癌有人往肝里面走，乳癌移转肝癌。然后那个乳癌如果跑到淋巴系统里面去，变成淋巴癌。
你不动它，不开刀的时候，乳癌就在乳癌的位置。就你把乳房切掉了，它该待的位置没了，它会往别的地方跑。这就是乳癌为什么会移转的原因。好，没有关系。我假设你西方的西医是对的，结果验证，结果很多人乳房开了刀以后，结果死的时候是死的肺癌、死的肝癌。那这个病人很好玩啊，刚开始来找你看病的时候是乳癌，结果死的时候是肝癌。请问你医生怎么回事呢？他是这个不是我这科的啊，不是这个对，他的这种理由，实际上大家看得很清楚，病人是死在治疗上面，不是死在乳癌上面。因为死在乳癌的话，你得到乳癌就死在乳癌嘛，白纸黑字的东西。病是乳癌，死就是乳癌。可是你看到病例，得到病是乳癌，死的时候是肝癌，他乳癌移转肝癌，怎么会变移转肝癌呢？好，死的时候应该是乳癌才对啊，怎么会是肝癌？是因为医疗的不正确造成的。是硬逼把它逼成肝癌。那乳癌从头到尾不治疗，那就是死在乳癌了。可是你从头到尾都不去治疗，不要去碰它，可能你活得还10几年。再按照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记载，宋朝到现在的记载，平均起来的大概，以我的考证，平均起来大概它叫十数年哈，大概平均起来大概14年到15年，就是你完全不去动，完全不去治疗它。好，这个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医案的记载，这个在山里面的妇女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医学的治疗，中医针灸什么都没有，好，就让乳癌自然发展到整个溃烂掉，整个烂掉，看到骨头啊，这样平均起来是14年。可是你给西医开刀化疗，搞不好3年5年，有时候半个月、半年或者1年就移转，然后3年就走掉，5年，最多大概存活率是10年。西医讲存活率就是告诉你只能活10年，那我们不治疗的活得比你还长，那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治疗呢？好，这是经过假设验证做比较就可以知道。那但是这个中医西医啊，我们这个没办法谈论的原因就在于说，还有很多西医也不错，还有很多中医也很烂的嘛，对不对？对，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对。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传统中医的思维模式应该怎样的？中医的思维模式现在应该说，我们应该先培养了很多学生，纯中医的开始教。现在走错路的，在各大专院校里面开始以西医的生理解剖学、病理学、药物学为主，实际上应该是以中医的《黄帝内经》为主，《黄帝内经》来它的标准来做病理学、生理学，来做研究，用《黄帝内经》来做药物学，要用《神农本草经》来做它药物的药性的准则。那西方的这种生理学、病理学，你可以做参考，但是不能为主。好，所以我们看病一定要用《黄帝内经》里面的灵枢素问里面的观念，我们来诊断，然后视诊心法来看病，用中医传统的东西来，然后开出来的处方才是正确。但是你如果说你把《黄帝内经》放弃掉了，专门用西医的生理学、病理学来分析病情，我开这个药可以降胆固醇，我开这个药可以降血糖，这都讲法都是错误的。好，我们应该这个，所以中医就发达不起来，所以中医是被误导到这个歧途上，不是正确的路子上。好，我再跟大家强调一点，我刚刚讲的这中医西医啊，不是说西医是不好或者怎么样，我认为天下所有当医师的人都有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救人。所以你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不见得说你学到的东西都是对的，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你不知道你错了。好，我们从对错来论这个。好，而不是说我当医师到现在，我骂了很多，但是都是理论上骂。好，讲错话我骂，我从来不做人身攻击的，这是我们做人的基本态度。好，我们只争个理，就是真正能治好病的东西我们就发扬。所以你如果说我们培养一个中医师，你一直强调在学校里面花了很多时间训练他学到是西医的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好，这个时候出来绝对你看不好病。你要用中药，就必须要接受中国最正统的《黄帝内经》的里面讲的病理学、生理学，解剖这种方式来做。这同一个身体在西医和中医看的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西医是唯式医学，唯式，他就显微镜看到小的细胞，看到基因去了。中医是巨式，整体的看。好，就好像我们要治理一个整体，治理一个国家。治理国家，我今天当个国家领导人的话，我不能去管到一个农民的生活啊！你家农民呢，那个肥料不够了啊，我帮你去买没有关系。那这个当国家领导人不累死了，对不对？这是小事，治国不是这样子，治国要治整体嘛。好，所以我们治病要整体的来治，你不能说去治个小地方，病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现在西方医学最大的缺点就是就是片段的，我是研究肝脏的，我是研究心脏的，我是研究胰脏的。他不会把它通通连贯在一起。
所以他得到的资料是片段的，还没有办法整体帮你治疗。就好像你刚刚讲的乳癌嘛，你现在胰转肝癌治疗不是我，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负责乳癌。但胰转肝癌你找肝胆科问他好了，就不对啊。对，您刚才讲的，但从道理上来说，咱们也明白哈，这个不要从整体看呐，要去全面思考。但是怎么从哪里？通常从中医的角度说，从哪里入手呢？就纲举目张。你管整体，你也总得从一个事情开始管起吧？对，你管整体的话，你必须要去研究《黄帝内经》，就像我刚刚讲，《黄帝内经》要研究很透彻，《黄帝内经》讲的就是整体。你只要去研究整体的东西，必须要《黄帝内经》很熟，非常的熟练。每一篇都要看过吗？对，我到现在还在看《黄帝内经》。好，一定要看，因为《黄帝内经》我们中国有3部书，我们称为3弊，这3弊呢，在我们中国历代以下来就要传了一句话，谁能把这三弊读通，谁是最了解中华文化的人。这3本书呢，第一本书叫做《易经》，第2本书就叫做《黄帝内经》，第3本书叫做《神农本草经》。好，这3本书道德经都没放在里面，这3本书能够读通的人是最了解中华文化。你为什么把这3本书放在最前面呢？这个是没有，这3本这个古人相传下来的。我也不能做自评，因为这个东西是古人从古到今就这样传。我一直认为《道德经》应该排在其中1位吧。对，《易经》我知道了，对，这个个人的看法。